在某个疲惫的晚上，你刚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工作，回到家中，发现伴侣又忘了帮你买晚饭，心中的怒火开始蔓延，埋怨、责备的话语几乎冲口而出。这样的情景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似乎都并不陌生。生活的琐碎，工作的压力，社交的负担，让我们的情绪像一根紧绷的弦，稍有触动便会断裂，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场情绪化的爆发。然而，发泄完情绪后，结果并没有我们期待的那样令人舒心，反而可能让局势更加僵化。情绪并非洪水猛兽，但如果处理不当，它确实可以像一头脱缰的野马，毁掉我们精心维护的人际关系和内心的平衡。事实上，情绪是我们对生活的正常反应，问题不在于情绪本身，而在于我们如何处理它。学会正确的表达情绪，而非情绪化的表达，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生的波澜中稳健前行，减少冲突，提升自我管理与人际沟通的能力。1、识别与接纳情绪。正确情绪表达的第一步是识别和接纳情绪。许多人在面对情绪时，要么选择回避，要么在不知不觉中被情绪牵着走，导致情绪化反应。我们需要先学会在情绪来临时按下暂停键，去识别情绪的具体性质。情绪就像内心的天气系统，时而晴朗，时而阴霾，而我们需要做的是成为自己情绪的天气预报员。识别情绪的关键是将情绪具象化。当你感到焦虑时，问问自己，我现在到底在担心什么？如果你感到愤怒，可以尝试思考，是什么触发了我的愤怒？这种自我反思的过程，有助于我们对情绪保持清晰的认知，而不是任由情绪操控我们。接纳情绪同样重要。很多时候，负面情绪让我们感到不适，因而我们会选择压抑或逃避。然而，这样的做法只会让情绪在心底堆积，最终导致更加激烈的爆发。接纳情绪意味着对自己的内在世界给予温柔的拥抱。愤怒、焦虑、悲伤等负面情绪并不是敌人，它们往往是我们内在需求和未解决创伤的信号。例如，工作中的焦虑可能是对自身能力的不安，而愤怒则可能是对某种不公平的反应。当我们学会接纳这些情绪，便能更深入地理解自己，给予自己关怀和照顾。为了更好地觉察和接纳情绪，可以尝试一些日常练习。例如，写情绪日志，记录每日的情绪波动，或者每天抽出几分钟进行冥想，将注意力专注于当下的情绪状态。通过这些方法，我们可以逐步提升对情绪的觉察力和接纳能力，为下一步的理性分析打下基础。2、理性分析情绪的来源。在识别并接纳情绪之后，理性分析情绪的来源是正确情绪表达的关键一步。情绪的产生通常并非直接源自事件本身，而是我们对事件的认知和解释。因此，透过情绪的表象找到其根源，可以帮助我们从情绪的漩涡中解脱出来。心理学家阿尔伯特·爱丽丝提出的 ABC 理论，为我们理解情绪的背后机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。根据该理论，情绪反应 C 并不是由事件本身 A 直接引发的，而是由我们对事件的信念和认知 B 所决定。例如，当男友忘记了女友的生日，消极的信念可能是他根本不在乎我，肯定不爱我了。这种信念引发了强烈的愤怒，甚至冷战。然而，如果女友持有积极的信念，她可能太忙了，并不是故意忘记的，我可以提醒她以后多注意这些日子，那么情绪的结果便会完全不同。通过 ABC 理论的应用，我们可以意识到，很多情绪化反应时源自我们对事情的错误认知。事实往往是多面的，而情绪化的表达通常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其中负面的一面。因此，当情绪来袭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我现在的想法是不是唯一的解释？是否还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？通过这一过程，我们能够从情绪的洪流中抽离出来，
冷静地分析问题的本质。同时，分析情绪来源时，要学会将情绪与事实分离。这意味着我们在情绪高涨时，需要刻意放慢脚步，避免冲动行事。深呼吸或暂时离开当前情境，都是有效的暂停技巧。比如，在一场激烈争吵中，试着告诉自己，现在我情绪太激动了，我需要冷静下来，稍后再来处理这个问题。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，能大大减少情绪化反应带来的伤害。3、寻找合适的情绪表达方式。当我们通过理性分析找到了情绪的根源后，如何恰当地表达情绪则是至关重要的。情绪需要被表达，但表达的方式决定了情绪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破坏性的。如果情绪表达不当，常常会让问题恶化，甚至让关系变得紧张。一位朋友曾分享过这样的经历，他与伴侣因生活琐事发生争执，情绪化的他忍不住指责对方，你根本不关心我，所有的事情都得我一个人来操心。然而，在情绪爆发之后，他发现对方并没有表现出悔意，反而愤然离开，冲突升级。为什么他的表达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呢？原因在于情绪化表达常常带有攻击性，这样的表达方式会让对方感到防御，进而产生反感和抵触。相比之下，非暴力沟通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情绪表达方式。非暴力沟通的核心是通过观察加感受加需求加请求这4个要素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而不是通过责备和指责。拿男友忘记生日的例子来说，女友可以这样表达：亲爱的，我看到你忘记了我的生日，这让我感到有些失落，因为生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我希望能够和你一起庆祝。我能请求你以后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多加留意吗？这样温和而具体的表达，既传达了情绪，又不会让对方感到被攻击，从而更有可能达成积极的互动。此外，在表达情绪时，避免使用绝对化的语言非常重要。像你总是这样或者你从不关心我这样的表达方式，会让对方陷入防御状态，进而阻碍沟通。情绪表达应基于具体事件，而非给对方贴标签。通过具体描述情境和感受，可以减少误解，也让对方更容易理解我们的立场。4、情绪管理的长期策略。情绪管理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，它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练习，培养出应对情绪波动的长期策略。除了在具体情境中采取合理的表达方式，日常的情绪韧性培养同样至关重要。首先，自我关怀是提升情绪韧性的重要手段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情绪化反应是因为在生活中忽视了自己的需求，过度工作，忽略休息，不与自己内在对话，都会让我们更容易陷入情绪化表达。因此，定期的自我关怀和心理健康管理非常必要。每天给自己一些独处时间，通过冥想、散步或书写来整理情绪，可以让我们在生活的压力中找到平衡。其次，正念练习也有助于提升情绪调节能力。正念强调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情绪体验上，而不带评价地观察自己的内心状态。通过正念练习，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感知情绪的来临，而不被情绪的洪流卷走。这种意识的培养，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复杂情绪时更加从容。最后，积极的心理建设也是长期情绪管理的关键。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，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，也能够减少情绪化反应的频率。每当遇到挫折时，提醒自己这只是暂时的，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负面情绪的漩涡。情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它让我们更加真实、立体。然而，如何处理情绪，决定了我们是情绪的主人，还是情绪的奴隶。学会识别、接纳、理性分析并正确表达情绪，能够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，减少不必要的冲突。同时，通过长期的情绪管理练习，
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强的情绪韧性，从容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情绪的波澜中找到宁静，既不压抑情感，也不被情绪驱使，走向更加成熟、和谐的内心世界。感谢大家静心观看这段视频，希望你能从中获得平静和启发。请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。请分享这个视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一起加入我们的修心之旅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，愿你每一天都充满宁静与喜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